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美国迫在眉睫的军火危机，中国更灵活的方法。外交事务。据外交事务的一篇专栏文章称，美国国防工业基地尚未准备好与中国开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的一场战争游戏预测，美国将在一场重大战争开始后的1周内耗尽某些关键弹药。尽管美国有坚实的基础可以建立，但它在冲突期间很难扩大武器和弹药的生产。这将破坏威慑力，因为它表明美国无法像对手那样忍受一场漫长的战争。美国面临进一步的限制，如供应链脆弱性和工作力短缺。此外，如果没有美国政府明确的需求信号和财政承诺，公司往往不会增加产量，这得益于美国军方在每个财政年度结束时经常从预算中削减弹药的事实。增加武器生产需要大量的资本和人员投资，这使得公司不可能在不产生重大财务风险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交货时间是另一个主要制约因素，特别是在导弹、天基系统和舰船方面。例如，生产导弹的过程可能需要长达2年的时间。美国也可能在出口管制方面面临进一步的挑战，这些挑战对军事供应商的限制尤其严重。中国可能会采取更灵活的方法，这将使政府为任何胁迫做好准备的能力降低。马英九两岸政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外交官。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中国之行几乎完全被忽视，部分原因是他的政治愿景已经过时了。马英九的访问本应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此后被中国的事态发展和历史的发展方向所掩盖，包括其威权主义和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待遇。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对台湾使用恐吓和渗透的恶霸，这加强了台湾人民对中国压倒性影响力的反对。马英九在访问期间的行为受到了批评，尤其是在中国对给予台湾任何平等和有尊严的待遇越来越不感兴趣的情况下。马英九一直希望人们记住，他是一个和平缔造者，他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信任和谈判来消除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冲突。他的个人梦想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会面，这将标志着一个相互善意的新时代。然而，台湾人民不接受台湾无条件是中国一部分的想法，他们希望独立，摆脱北京的统治。总体而言，马英九的访问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基本上是向北京无条件的橄榄枝，说台湾可以忽视一切，只要你让我们和你谈话。绝望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当马英九没有正式的职位，在与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会面时无法为台湾人民说话时。美国国会对中国政策哗众取宠。外交官。据外交家报道，尽管最近媒体对国会对中国政策的哗众取宠引起了负面关注，但国会中两党多数在捍卫美国免受中国政府行为侵害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5年来，美国国会一直与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的高级领导人进行有效合作，并按照主要立法的整个政府努力。来自中国行为的挑战范围涉及3组。首先，中国的军事发展正在打破印太地区的平衡，中国通过寻求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来破坏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其次是中国国家主导的发展政策，掠夺外国智慧财产权，破坏国际竞争对手，这对美国和西方的利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第三，中国正在挑战全球治理，寻求使其掠夺性经济行为和领土扩张主义合法化。尽管存在重大障碍，而且缺乏公众舆论、主流媒体和在中国有高风险的重要企业的支援，国会已经为加强美国对华政策奠定了基础。过去5年的工作是美国对华政策史上最重要、最持久的国会努力。国会与前任共和党政府和现任民主党政府基本同步，这表明国会两党多数与2位截然不同的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共生关系。以色列是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外交政策。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声誉受到玷污，他改变该国司法机构的努力受到严重打击。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涯尚未结束，他的联盟也没有显示出即将崩溃的迹象。然而，以色列预备役军人的抗议活动使抗议活动具有合法性，该国情报和安全负责人也对总理施加了压力。尽管内塔尼亚胡暂时暂停了推进司法改革，但他明确表示，在5月逾越节休会结束后，他将继续通过议会提出法案。
以色列对西岸的占领一直没有出现在示威的话语中。左翼分子和其他批评者呼吁示威活动的愤世嫉俗，这些示威活动要求在以色列境内实现民主，但无视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根本反民主政策和行动，以及对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系统性歧视。对于示威者来说，将这两个问题分开是维持包括许多保守的以色列人在内的团体之间凝聚力的关键策略，其中包括一些居住在以色列定居点的人。如果国内局势平静下来，对以色列社会和政治结构的长期生存威胁需要一条出路。对司法改革的抗议似乎毫无意义，除非认真承诺分裂成两个国家，要么为该地区的每个人提供民主。因此，人人享有民主的口号至少可以有助于恢复对和平的创造性思考的追求。幸存者马杜罗。外交事务。委内瑞拉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状况使人们相信马杜罗政权即将结束。然而，这一预测尚未被证明是准确的。尽管从他的前任乌哥查维斯 Hugo Chavez 那里继承了失败的经济，但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在过去10年中一直掌权。该国正在经历经济灾难，对石油租金的依赖，加上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导致马杜罗政权严重依赖非法活动产生的收入。特朗普政府缺乏协调的政治反对派和政策失败加强了马杜罗对权力的控制。2022年9月，胡安·瓜伊多领导的临时总统职位解散，暴露了反对派的缺点，并为马杜罗提供了重新获得国际认可的机会。因此，现在是美国修改其对委内瑞拉的态度的时候了。美国不应该推动马杜罗下台，而应该专注于在实地重建外交存在，与基层社会和政治组织建立联系和合作，并鼓励反对派与该国不同部门建立关系。此外，有必要为委内瑞拉难民提供足够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些难民遭受了大多数贫困的痛苦，无法获得基本商品、食品和医疗用品。如果没有如此最低限度的接触，很难看出华盛顿如何帮助恢复一个社会和政治制度受到如此严重破坏的国家。总之，委内瑞拉目前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无视对马杜罗领导的政府可能迅速垮台的早期评估。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Nicolas Maduro 一再巩固一个专制政权，并操纵一个相互竞争和混乱的反对派。美国必须认识到，委内瑞拉已经成为地缘政治游戏中的棋子，该国人民已经遭受苦难。现在是国际社会加强和修改其对该国的长期做法的时候了。中国的两会，更多控制，更少网络。外交官。中国1年1度的两会活动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中心，通过模糊界定的政治顾问角色，为那些不隶属于共产党的人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无能为力的工具。然而，自改革开放成立以来，人民政协获得了重要的新职能，并被中国企业界所利用，特别是在企业家被系统性的剥夺党籍的情况下。各级政协大会已成为有吸引力的机构，供足智多谋的商人在党国行政机构内寻求官方形式的沟通和支援以及交流机会。然而，在2018年秋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份文件，挑战了自2003年以来全国政协的制度发展及基于官僚内部紧张关系的网络实践和独立于官方政策的请愿书的制定。这份文件强调了党按照中共领导层的指导方针控制机构内部所有活动的重要性。它与改革开放时期传达的资讯相矛盾，即党组织对各种机构的全面统治对党本身的统治适得其反。全国政协内部网络机会的兴起和减少恰逢习近平自2012年以来日益集中的努力，以及派系需要寻求与富有的商业精英和其他地方领导人结盟，以促进在官僚机构其他部分面临阻力的专案。虽然人民政协是控制国家与社会接触的平台，但建立共识和权力集中在统治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影响了它。最近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档表明，党国的行政机构旨在维持权力，压制任何自治活动，包括政协内部的活动。伊拉克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外交政策。尽管伊拉克过去和现在都面临挑战，但该国的一个关键焦点是其民主潜力。具体而言，伊拉克社会的声音不断上升，缓慢推动有意义的变革和自下而上拆除现行制度是关键。自萨达姆、海珊政权垮台以来出现的两个民主特征是相对自由的言论自由和允许定期轮换权力的选举机制，尽管这种轮换是困难的。特别是占人口约60%的年轻人，
他们主要通过社交媒体发现世界并与世界互动。许多人正在意识到他们对变革的渴望，厌倦了目前的执政党。由于高层腐败和内斗，这些政党无法实施有益的改革。伊拉克人对身份政治越来越失望，他们希望获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包括教育、可靠的服务和就业。国际社会绝不能忽视它在伊拉克可以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帮助增强呼吁变革的年轻人的能力。这包括对年轻企业家和领导者的参与、投资和支援。他们还应该施加压力，确保选举游戏规则得到遵守，不受更强大参与者的干涉，并确保伊拉克官员对镇压和平抗议负责。问题是，伊拉克的政治机构是否有能力赶上其不断变化的社会？在柬埔寨，你被指示要爱你的施虐者。外交官。柬埔寨首相洪森的最新目标是2名活动人士，他们在 Facebook 上发表了据称对君主的贬损评论。严索诺恩和洪科萨尔被金边市法院还押候审，罪名是侮辱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和煽动严重的社会动荡。因洪森的要求，在传统的神王风格中，洪森还有权通过在严索诺恩的 Facebook 页面上与他的支援者交流来判断他们的案件判决。洪森的策略是惩罚和救赎罪人。在这种情况下，严索诺恩在狱中发布了一段向国王和首相道歉的视频后被释放。洪森已经执政38年，现在正在计划自己的王朝继承。他的领导可以比作一个神王，在那里，他同样值得敬畏和爱戴。他的臣民被指示要爱他，因为他没有尽可能地殴打他们，这迫使他们低头并赞美他的怜悯和仁慈。洪森经常用来为其仁慈的独裁统治辩护的策略正在损害该国的事业，因为他给普通柬埔寨人造成了困境。那些想要真正政治改革的人不应该得到洪森的怜悯。通过请求他宽大处理，他进一步削减了任何法治的表象。每当洪森给予他并庆祝自己的慷慨时，他就会从司法系统中再削减一块，破坏民主并削弱人权。澳大利亚的自由党正在走向衰落吗？外交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近的选举表明，该国可能正在见证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的衰落。该党正在努力寻找反映该国政治和社会目标的连贯思想。自由党一直是思想的融合，但却创造了反对工党胜利的强大力量。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党内进入了动荡时期，党的宗旨大混乱。这种混乱导致选民对该党持怀疑态度，许多人正在积极寻找能够更好地代表其利益的新政治行为者。虽然澳大利亚人天生保守，但他们不喜欢干扰和破坏，并将社会和政治稳定看得高于一切。结果，侵略性的政治形势在世界范围内用自由主义原则取代了保守联盟。这种转变导致了全球许多保守政党的衰落，例如美国的共和党。这与澳大利亚正在经历的趋势相同。然而，围绕一种温和、清醒的保守主义形式进行整合，这种保守主义侧重于制度忠诚、经济安全和对现代世界的舒适感，可以使自由党生存下来，与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相矛盾。澳大利亚的许多人正在寻求建立一个新的多党或多力量政治体系，使较小的政党和独立人士能够获得权利。对政党的怀疑的出现可能不仅仅是自由党的衰落，因为工党的选票也在下降。相反，许多传统选民不再信任自由党，而是在寻找更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新政治行为者。我们应该与北韩签署和平条约吗？ CSIS 核武器和国际关系专家在不可能的国家直播播客中讨论了接受北韩为核武器国家的想法。对话由 Victor Cha 博士主持，由 Jenny Tao 女士和 Frank Ong 先生主持。他们讨论了寻求无核化与接受北韩核能力的利弊。专家们还讨论了如何将北韩带回谈判桌，以及制裁是否有效。该播客还探讨了中国在谈判中的作用，以及北韩的外部安全环境如何影响其决策。超越美国海岸线，与美国海岸警卫队第27任司令琳达 ·L· 费根海军上将的对话。CSIS 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琳达·费根海军上将将在4月4日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虚拟讨论中讨论该国沿海机构在其境外不断扩大的足迹。费根海军上将于2022年6月被任命为现职，领导航海服务的所有全球业务，以及42000名现役人员、7000名预备役人员和8700名文职人员。
讨论将集中在海岸警卫队在印太和北极地区可以发挥的战略作用，以及费根海军上将在部队内部的领导、招募和保留方法。谢谢收看评论简报。